美国想抄中国作业，但是形势却神离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这几年观察中美之间的互动，会发现一种趋势，就是美国从最初的主动塑造国际议题，强调自身的所谓全球领导力，逐渐变成了被动跟随中国设置的议题，甚至遣词造句都开始逐渐中国化了。这一点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在经济上，从最开始美国嚷嚷着全面脱钩，后来渐渐的脱钩不再提了，最近美方的说辞开始变成不想脱钩，只是想要去风险。在全球热点地区、热点问题上，美国也开始学中国说话。在俄乌问题上，美国最初疯狂指责中国偏袒俄罗斯，最近发现风头不对，一改之前要帮助泽连斯基阅兵的架势，开始考虑中国立场文件中主张停火止战、政治解决危机的看法，并表示中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作用。在中东，美国最近更是连支持当地搞区域一体化这套说法都拿了出来，全然不看自己过去在这里留下的黑历史。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美国已经意识到，在国际大环境中，中国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已经渐渐超过了美国，赢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。所以现在白宫的这批政治精英有些慌了，开始病急乱投医，觉得既然中国做得比自己好，那么就先学一学中国，补救一下美国千疮百孔的国家信用。客观上来说，美国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其实是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了一步。毕竟美国现在占主流的这批政客，除了冷战遗老之外，就是后冷战时代，也就是美国最辉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。他们的人生观、世界观都是在美国灯塔神话的笼罩下确立起来的，而如今能够承认自己在外交领域做得不够好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算是自我突破了。但是这样的突破拯救不了美国摇摇欲坠的领导力，因为美国的改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，没有办法落在实处。历史上的某些国家在帮助曹操谋天下的时候，就提出过一个说法，做表面慈善、沽名钓誉的袁绍，赢不了真正有长远规划、有为天下做实事的曹操。因为前者的人是装出来的，后者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成大事的，这才叫人胜。这一点在中美博弈过程中也同样适用。美国现在搞经济、搞外交的时候，越来越热衷于抄中国作业，本身证明了现在的美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缺乏属于自己的能够落地的长远战略规划。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是中国在哪里落子，美国就立刻跟进。中国去非洲搞建设，美国高官就轮番跑到非洲打卡，搞所谓的魅力外交。中国在中东促成了虚拟派和实业派的世纪和解，美国就端着新鲜出炉的基建设计跑到中东拉拢沙特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让自己看上去很忙，但实际上却很少有拿得出手的成果。中美两国之间固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但是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、文化历史背景，说一句南辕北辙都不为过。美国看中国发展的好，就猛学中国，但是这种做法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还经常自打自怜。比如美国一边逼着东盟选边站队，在菲律宾内部搞暗杀都要增加美军基地，一边学着中国，在嘴上喊着自己尊重东盟在区域事务中的中心地位。这样的做法只会凸显他的表里不一、外强中干，反而会进一步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度。长期来看，美国的这种抄作业的做法，抄出问题是大概率的事件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当年苏联解体有很大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为了改善经济状况，一门心思地抄所谓自由世界的作业。美国想要和中国一样，在国际社会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赢得好的声誉，但说话做事都落不到实处，最终都会沦为搞舆论宣传的工具。
注定赢不过踏踏实实做事儿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方向坚定迈进的中国。谁是假仁义？顾名钓义的假仁者？谁是胸有沟壑、知行合一的真仁者？国际社会心中自有自己的一本账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